100千左右的预算，你要买到什么新车呢？跟你们介绍这台捷酷 J5。台湾。那起步的话就要给它先防疫些。那还有模拟换挡的哦。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欢迎回到来我的 POV 试驾系列了。今天呢，跟你们介绍半年前吧，应该有了吧，发布了这个 J5。那么前几天呢，也在Mid Valley 的喵 Expo 啊，猫展那边就有展示着他们的 J5 EV。所以未来不久呢，这一台也会推出电动版，到时候我们又可以再细品一下 J5 的 EV。我们先来讲一个汽油版啊，这一台车售价108千左右，当时 Early Bird 折扣到来102千，你就可以带走一个豪华 B segment 的 SUV 啦。可是那时候我在想哦，用 CVT 咩，会不会不好开啊？但是这几天相处下来哦，我觉得它的 CVT 也挺好的哦。我们先去看车 ，Let's go。最亲民的捷酷来了啊！如果你觉得捷酷 J7 太大啊，预算太高，那这一台捷酷 J5 很可能就是你一直在等着那一台捷酷。捷酷 J5 是品牌中最入门的一个 SUV， 它的定位在 B segment 的 SUV 啦，尺寸呢肯定是比 J7 更加紧凑啦。无论是市区驾驶呢，停车都轻松了不少。不过因为它便宜啦，所以它配置呢就比较所谓的缩水了一点点，但是它一样有 ADAS Level 2 540全景镜头啊，最主要就是它的设计啦，比较 premium。特别的是呢，这一台是 Pet Friendly SUV 啦，车内的用料和冷气的系统都特别针对有宠物的家庭而设计的，少一点甲醛。哇，没有看过捷酷的车钥匙这么特别，这么好看哦。呀，它是塑料来的，可是它尺寸呢薄薄这样，长长这样，其实蛮好的。那还有这个功能呢，长按这个解锁的话呢，它的这个窗户呢就会打开。我相信再按多一次的话，它应该会打开完为止啦。它这台车是有全景天窗，只能打开遮阳帘啊。那如果你要把它的窗户关闭的话，长按这个锁，它也是一样可以关掉这一个窗户啦。这台车还有远程操控来打着引擎的，按一下这个锁，再长按这个圆圆的按钮，几秒钟，它就会打着这一部车的引擎了。打着了之后呢 ，DRL 日行灯还有尾灯都会亮起来的。它有配搭这无钥匙进入，还有无钥匙启动。当我这个钥匙靠近这台车之后呢，它的 side mirror 就会打开。可是这个时候它还没有解锁的。在我靠近这个门这个区域的时候呢，它就会解锁了。门上面是没有看到有任何 sensor 的按钮的啦。它确实就是要透过感应器，侦测到我靠近这台车，它才会解锁跟锁门的哈。前脸呢有着非常霸气的设计哈，这一支支的条纹呢，如果你们看过 Rolls-Royce 啊，就看起来比较大气、比较 premium、比较 atas 的那种感觉。这个 bumper 这个地方就有一点像 FL5 那种 L 型的，可是这辆车就少了雾灯，前雾灯没有，但是后雾灯是有，它躲在 bumper 的下面。LED 的日行灯呢就变成了两条线，有 LED 的 projector headlamp。信我，这个头灯真的非常亮。我前几天住在乌鲁亚嘛，然后晚上我去了夸拉库布巴路，很暗的，有没有？水坝那边你们都知道很暗的，这一个亮度真的是非常亮。我开远光灯啊，都照明一切。最重要是面对着那些马路一点点的那个反光，它都可以很明确的反光得到全部哦。这个价位里面，我觉得它应该是我驾过最亮的一个吧 ，X50都不过它亮。LED 前行的灯 ，LED 后行的灯，所以这个前脸我觉得是长得蛮好看的。可是就因为这辆车小亮了一点，感觉到这样的比例哦，如果放在大一点的车，好像 J7 这样，我觉得会比较好看。来到小两的话，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的不太匹配它的气质啊，你明白我意思吗？尾灯终于没有千篇一律的贯穿式了哈，悬挂设置前麦花臣，后是一个多连杆啊。如果在这个价位，通常都是给扭力梁。在这个价位里面，轮胎我觉得是看到比较大力的哈，235、55、R18，我用这235好像有一点点的吃力哈。虽然它的操控跟抓地性都不错，但是它会影响它的油耗。这辆车的油耗还一般般。用在朝阳的 Aggresso ZS03的轮胎，前单活塞刹车卡钳，后单活塞刹车卡钳，所以这辆车是全欧驱动的，只有一个配置。
释啊。打开尾箱有3种方式啊，一个是在车钥匙里面按，车内按，或者是车尾这边有一个电磁阀。这辆车的尾箱空间有480升，所以是很标准的一个 B 型的 SUV。椅背可以做6次倾倒，倾倒了之后1200公升不是问题咯。我记得当时它推出的时候呢，它除了有一点优惠之外啊，还有送2支麦克风，可以在车内唱歌。它尾上有一个照明灯可以拖出来的，可是现在不知道拿去哪里了。还有一个低音炮，可是这辆车是没有展示给我了哈。后面有一个12伏电话小挂钩，然后下面这边就是马来西亚人的最爱。有备胎，后座呢，就因为可能呢，在外国它会有4轮驱动，所以它不是完全平的，但是它也不是凸得很高，所以坐在里面的话也不会影响太大。这辆座椅是没有的调整的角度的，只有一个，但是它也不会太直，我觉得角度刚刚好的。有2组的 ISOFIX 座椅，前面已经调整着我的驾驶座位，我身高173了，大概剩下3根手指左右，还好这边有凹进去一点。我的头部空间剩下1个多拳头，非常大的全景天窗，所以毫无压迫感哦，视野都提升了非常的多，而且它的光线也好嘛。然后有些人担心呢，会不会下午的时候特别热？不会，它是厚的布来的，它也不会影响到你的这个乘坐舒适感。后面有冷气出风口，要么就左，要么就右，这个是J7也是有共同问题。但是我看到网友很多人在卖可以改2个洞口的哈，下面有一个充电插槽，这个中央扶手。2个置备架，这个座椅在这个价位里面相当的好，不会太短，它还有做了一点点凸出来，让你的大腿有一点支撑，但是它座椅就不会太软，我觉得刚刚好啦。如果再硬一点点的话呢，我觉得就不舒适了。而且你看它的椅背哦，还有一点支撑的，所以坐长途的话，你的腰部不会悬空着啊。所以这辆车当时我们4个人这样子出游去乌鲁央没有问题的哈。讲到乌鲁央，其实我们的确啊是除了去放松之外啊，还有跟朋友主要是去拍那个银河。所以你们想看 vlog 的话，期待我的 vlog 啊！我最喜欢就是它的手把哦，不是那种隐藏式的，终于不是了，给回我这种普通的，再不好看也好，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最实用的。前面这边是软质塑胶嘛，我们来看一下后面。它是硬质塑胶哈，这个是同等价位里面通常都是这样的，来 X50也是这样，然后它前面都有7分灯，虽然有64种颜色，我觉得你们还是要会选回粉红色或者紫色，很奇怪一点哦，它的后面就也是有7分灯嘛，可是它不会亮的哦，晚上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它只会亮什么呢？就是你开门，如果后面有车来，还会提示你调整 side mirror 的按钮啊，窗户按键啊，这些都很普通啦，但是这边有皮革，还有一些缝线，它的置物空间这边也挺大的，我也是蛮喜欢，左右座椅都有电动调节，驾驶员呢则是6项的电动调节啦哈，有点类似像桶椅这样啊，左右都有一点支撑，底垫也是够长了，我觉得驾长途还行。风琴式踏板哈，那我们来打开这个引擎盖看一下。要拉2下的，所以前面就不用找拉杆了。右边这边就有开关灯的按钮，然后这个 off 呢，你晚上关掉是可以，但是它的日行灯还是亮着的哦。但是如果你的车一动哦，它还会自动的把那个头灯打开，我觉得是非常的 good job， 终于解决了那些晚上不开灯的人。电子手刹，还有这个打开尾箱，开关都是可以用这个的啊。哇，有 damper 的哦。所以这副引擎是一具1.5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引擎，它可以产生147匹马力，210个牛顿米的扭力，配搭一具 CVT 的无段变速箱。这个动力数据呢，相信跟 Tiggo Cross Turbo 的引擎是一样的数据哈，可是它配搭的 CVT， 所以我觉得日常生活开的时候挺好开，挺顺的。然后加速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个转速的尴尬，它一直在维持最高扭力的转速，所以我认为挺好开的。在我们驾驶那边会讲。关节也是特别扎实啊，无论任何的中国车啊，我都觉得它的缺系非常的扎实，这个是日系车没有的比的一个地方。那如果刚刚我是用 Remote Start 打开的话呢，上车只要踩一下刹车就行了哈。这边有一个 Start Button， 踩一下刹车，打着一下哈。然后我先打开这个窗户，慢慢的跟你们讲。这个仪表呢，好像不知道在哪一个摩托车看过。对不起杰库，我这一点真的是要吐槽这一个meter了哈，但是该有的都有了，水温表跟油表啊都有。可是你看 RPM， 只是给我一个数字看。如果你要更换一些咨询的话呢，你这边有按钮嘛，你按哦，这里是没有反应的啊，反而是在你的唱机这一个右下角，就是你的油耗啦，你的开门关门啊，或者是 TPMS 啊，就这样子而已了。但是它内饰的材质用料非常的棒哦，你看这些都是软质塑胶，而且都是平的。一个大荧幕在这边，后面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置物空间，我不知道我可以放什么，可能放 T 恤或者 Smart Deck maybe。这个荧幕下我会快速跟你们讲一下了哈，这个是它的主页面，它会检视你的 ACC 跟车啦，或者是盲点侦测啊，或者是提醒你开车开好来啊，它都会在这里提示。但是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呢，你就把它按一下缩小，它就缩小在下面，所以你只看不到了啦。但是如果你想要带回来的话，这里按一下它就会回来了哈。所以下面这些快捷键
都可以更换的。这次的软件有提升了哈。当你用这 Apple CarPlay 的时候啊，你这里打开冷气控制啊，它不会完全遮完，而且大概开个几秒钟它就会关掉了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的棒啦。有双区的恒温空调，座椅通风，2张座椅都有。这个是车的设置啦 ，Quick Control 这里呢，锁门下面有一个小小的锁门，当它锁了之后会亮灯 ，Headlight、Driving Mode。这辆车有3种的驾驶模式 ，Eco、Normal 还有 Sport。这个可以打开尾箱，可是哦，还有一个坏节键在这边哦。这个是打开遮阳帘，你可以打开大概58%，当然它这里也是有按钮的，或者用声控。Hello Jaco，I'm listening。Open sunshade。OK。就这样啦，头灯高低调节啦，尾箱开启的高度啦，你可以开在180米最高。然后这个 steering wheel favorite button， 我是把它换成了 AVM， 也就是说我按了之后呢，会打开540的这个 camera 啦。这些等等的设置都差不多跟 J7 一样。ADAS Level 2也是可以在这边去调的，可是呢就没有得调那个刹车的灵敏度啦。但是这个方向盘的重量呢，都是跟着你驾驶模式而调移，所以它是没有得单独调整的。Ambient Light。64种颜色，可以跟着音乐播放，这些都看惯了的。相机 Equalizer 我就调成这样子，你们可以去看一下。Display 可以换wallpaper， 这个自己可以自定义，然后还可以分为 Light 跟 Dark。好在就是仪表还有娱乐功能都是可以放 Auto 的亮度哈。Apps 目前为止就这样，但是多了一个 Karaoke Mixer， 你可以得到他们的 Jaco 无线的 mic， 那你就可以插在下面这边有一个 USB 插口，你插一下 Receiver， 你就可以用这2支麦来唱歌啦。所以它这个 APP 呢，我是没有找到有任何的可以选歌的功能啦，你就要用你的手机播放那些伴奏音乐，所以你一边伴奏一边唱咯。上面拉下来就是一些快捷按钮，你可以设置你要的习惯。右边这里拉下来就是 Notification， 50瓦的无线快充啊，有带冷气出风口的。我还是个人比较喜欢用 Type C， 够快充电。下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置杯夹，还有一个不是很大的储物空间。上面这边有2个 LED 灯，慢慢的亮，慢慢的暗，因为它是没有的打开天窗，所以这里是没有的用的。有灯哦。这方向盘可以调整上下前后。这个方向盘在什么车看过呢？Omoda C9 是吧？长得很像哦。这怀档呢就一样了 ，D R 锁上了 P 之后呢，电子手刹就会自动的锁上。还有自动头灯，有自动雨刷，你要烧一下水，这里按一下，有长按进去的话呢，它就会喷水了。现在我们去试驾。OK， 首先我先来说一下起步方面哈。怀档我们拨到去 D， 你看到这里的动画哦。现在就是取代了那个叫什么呢？就是以前我们有仪表的时候，它的这个动画都在这边，而且还是显示你的 ADAS、定速巡航啊、自动跟车这些盲点侦测有没有开关，它都在旁边这里显示哈。那我的平均油耗是12 km/L 啦，从刚刚来到这里走了17公里左右啦哈。至于起步方面呢，它就很顺畅哈。如果你开过 J7 或者 Tiggo7 啊，他们的双离合的话，你放开那个刹车，然后你踩一点油门，你要等那个离合器松开，那种整个起步啊，它会有一点点的那个，难免都会有一点点那种小小的顿挫感。CVT 反而不会，我放开我的刹车之后呢，它就很顺畅那种溜出去那种感觉。那你把那个油门一脚踩下去的时候呢，它的转速会提高一些些，然后让你起步。哎呦，这个是臭蚊子。OK， 它会，你看它就会把那个转速提高一些些，然后车走顺了之后呢，那它的这个转速就会跌下来。那这个就有如Toyota那个 CVT 的调教一样哦。你看，它就会好像起步会给你觉得很有劲，然后走顺了之后，它就掉回去1500转1700这样子，所以很顺畅啦。总体来说 ，OK， 因为当时呢，这个 Jaco J5 一推出的时候啊，108千哦，扣到来102千左右，可能就买得到了。我算了大概100千呢，这个竞争对手里面有很多了啦。100千里面，你要买到油车呢，你可以买到 X50， 你可以买到 Tiggo Cross。当然 Tiggo Cross 会便宜一些些啦哈，然后你可以买到可能 Sedan 的 Toyota Vios 或者是 CD Hatchback， 那些是油车。电车方面就不说了哈，电车真的那个等级不一样，而且那个驾驶方式那些完全整个生态都不一样了，因为充电嘛，我们这个是说打油只需5分钟的时候啊，那这价位里面到底这辆车适不适合买？刚才推出的时候，这个价位我会觉得，哎呦，杰酷啊，杰酷，为什么你会推出 CVT 呢？你的品牌本来想要打比较稍微高端一点点的市场，然后你就突然来一个 B segment SUV， 然后就配搭的 CVT， 对吧？所以当时我就很费解，你放 CVT
会不会驾驶不好驾呢？可能觉得可能开起来都没有这么好开啊。可能像 Tiggo Cross 这样，可能像 Modify 这样，就是认为而已嘛。但是直到我去拿到这台车一开上手之后，我觉得故事并不是这样哦。反而我觉得整个过程是非常顺畅，而且它的避震器的调教我觉得 very good。虽然它不是我觉得它的调教它的避震器调教是最好的那一个，可是呢就好比一些其他中国品牌太软了呢，真是太软了。Hello， 加油吧，加油！what the hell？ 那个 Myvi 你会驾车的没有啊？让我包 ，damn。OK， 好，那说到避震器调教呢，如果你开过 Modify 或者是 Tiggo Cross 你会觉得，捷酷的这个套会稍微硬一些的，就好像捷酷 J7 还有 Tiggo 7 Pro， 那两者的调教都不一样的，真的。然后你会觉得捷酷稍微会硬一些，因为它可能嘛，那时候 All-Wheel Drive 可能买来想要轻度越野一下嘛。那可是 J5 呢是没有的说轻度越野，因为我们才前轮驱动。可是它的避震器的调教呢，感觉好像可以 ready for off-road 那种感觉，你懂吗？就稍微硬些啦。然后这辆车已经在我手上了好几天了然后前2天呢，我们就把这台车开到去乌鲁央，再开上云顶。再下来我们坐4个人左右啦，然后再一些行李箱。那它的这个操控会让我惊讶到，在乌鲁央跟巴当嘎林那一段路我没有想到这台车，市区驾驶的时候呢，感觉到它的侧倾没有这么强嘛。OK， 不错嘛可是当你在乌鲁央那些稍微高速一点的弯道你载着人，它还是给你比较有信心的，避震器的支撑性是有的，很灵活的。对吧？如果你相比它的大哥 J7 的话，这一台车的操控会比较灵敏很多，毕竟它的尺寸也小了一点。但是你要记得哪一个比较好开长途呢？还是永远的轴距长一点的车 ，segment 大一点的车好开的，也表示这 J7 高速公路比较好开。那如果你说在城市里面驾驶乡村小道啦那 J5 其实挺好驾的。那换成 CVT 之后它就少了那一种双离合的那种顿挫感，在起步方面呢 ，CVT 也顺畅。然后我加速的时候它的反应还不错的哦。我把那个油门一脚踩一点点下去的时候那它的转速就立马会提高一些把整个体现就是它的动力，把那个动力提升上来了的过程都是蛮顺畅的。有些 CVT 车的调教就是我先把油门踩下去。然后那个油门会告诉那个 CVT 说，这条水还要加速，然后 CVT 才来，它要加速我才来提高转速。提高转速之后呢，Turbo 它才会跟 Turbo 讲，这条水要加速，Turbo 才来 kick in。所以整个过程就是有点难受，有点慢，有点反应迟缓。可是这个 J5，不错的哟，它整个过程就是一次过来加速。提高转速，还有 Turbo 一次过一起 kick in，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好开这个在城市里面。这个时候呢，我先来试一下 ACC 自动跟车了应该是说 ICC Intelligent Cruise Control， 先按一下。那如果你定速了之后这边还有这边都会显示着你的定速的速度，我把它调在30吧。这个功能在赛车的时候也是比较好用的。然后如果没有这个 A 的话呢，你在这个方向盘的 A 你长按一下，它就会打开这个自动转向的功能了OK， 当然这个功能不是让你拿来按手机用先声明一下。可是它的确可以帮助到我们日常生活，可能上下班累的时候呢，它会协助到你一些。左右边这些是调整它的跟车距离，你可以调整比较近一些。我把它调到最远OK， 然后现在因为地上呢，它就没有那个线它就暂时看不到，所以我觉得。它这套系统呢，就跟其他的竞争对手稍微不一样，因为有些是虽然它在低速30 km/h 以下的时候它就看不到线嘛，它就跟着前面的车辆，然后它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可是捷酷的就不是这样了意外发生OK， 所以为什么会塞车？整个过程我觉得是挺舒服的啦。我先把这个 ACC 给关掉，我觉得整个过程是 OK 的。有车进来也不会一下子踩重刹车这样子，过程都是 OK， 在这个价位里面都是 OK。
它不会给你很惊艳到，就是哇厉害哦，没有见过啊，不会啦，因为这套系统，我相信你在很多 Cherry 跟 J-Cool 车上面呢都已经看得到的。哦，哇哦，哇哦，哇哦，刹车也不错哦，刹车就是很线性的，我先踩一点，它的反应就给我了，我再踩深一点，它的整个过程就是我要给多少%的刹车，我都很容易拿捏得到。哎，这个就是我觉得它容易开好开的一点啊，不会觉得哎刹车不够用了哈。我现在说一下它的方向盘的回馈啦。OK， 就是它的精准度啊，指向是不错的，可是就是那一样啦，一般上的那种 SUV 的感觉就是少了一点回馈。那一上车的时候还是觉得有点轻了啊，可惜它就没有了在这个设定里面去调整我的方向盘的重量，它必须要跟着你驾驶模式。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太轻的话呢，你就把它换去 Sport。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比较重了，比较紧凑了一点。可是你在日常生活下，我会觉得又不需要太重啊，那我们就切换去 Eco 的 Normal 就好。那这3种模式呢，开起来的感觉相差并不大，真的并不大。它不会因为你开了 Sport Mode 之后呢，它特意把转速提得高高的啊，所以呢，下山的时候呢，它也不会提得高高的。所以每次下山的时候，因为昨天我从云顶下来的时候啊，我就真的是体验到，那它的转速并没有提得高高，下山还是要比较靠多一点刹车。然后也很可惜，它也没有给我任何的换挡拨片，或者是让你可以在什么方向盘操控一下，现在模拟几号档。所以下山的时候，我觉得蛮辛苦的，尤其是我们坐4个人呢，必须要一直靠那个刹车。还好，它的刹车的皮啊可以承受到的高温，所以我们下山的时候暂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那个刹车失灵啊，还是感觉到我踩刹车多了哦，好像有一点刹不住了哦 ，fade 哦，我们叫。OK，brake fade 啊，这个就没有了。那我上一桶油呢，从我去 J-Cool 的 HQ 拿车了之后，它这边仪表上面显示可以走400多公里的。那时候我走一下呢，走了一个140多公里的时候呢，我的这个 range 那边说还有390多了的。谁知道我一直在走高速公路之后呢，我顺开 range 的会慢慢提高的哦，也表示像德系车一样，它会根据你的驾驶形式呢，就是调整它的 range。耗油的时候就快快的掉下来咯，你走高速公路就补回来咯啊，这样子的意思，我觉得挺好的啊。如果你开日本车啊，就算新款的 Ativa 也好啦 Vios 都好啦，它给你这个数字呢，就是先骗你的。说上一桶油呢，满油啊，4驱驾驶加乌鲁央啊，加我上云顶下来，我总共走了360公里左右。哎呦 ，bro， tekan minyak bro， 油很贵咩？Minyak ada Budi 95. Jangan takut, tekan minyak saja, kosong kan. OK， 好，那油耗呢100，我这边还显示还可以走110公里左右啦，我走了360，也表示着我大概一桶油可以走超过400公里啦。在城市里面驾驶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觉得难免呢，油耗不是说很太理想那一种。它虽然1500cc turbo。开起来一点都不压力啊！你要轻松可以轻松，你要激烈驾驶，它也是给到你这种动力的。可是我的平均油耗呢，就大概维持在10 km/L 里面呀，就觉得可能是因为它的轮胎的关系，我觉得轮胎用太大力了。觉得这个 segment 用235啊，会不会有一点太大呢？我觉得会啦。OK， 你的215跟235的轮胎的宽度会影响到它的油耗的，还有操控啊，我知道。你去选择了操控，可是你却放弃了一点小小的油耗，就看个人哦。可是再来，还有要拖动这个18寸真的不容易啊。我们来试一下它的0到100 Sport Mode 踩完，那起步的话就要给它先放一些。那还有模拟换挡的哦。OK 啦，顺畅啦，有力的，还是挺有力的。0到100虽然不太出色，可是0到100有10秒这样啦。我觉得我现在踩 Top Speed 大概官方说175嘛，是吧？我要去也是可以的。
它悬吊足以让我有信心过这个弯道，你懂吗？啊，如果你说它的操控来说，我觉得它比 X50的屁股还要稳，因为 X50它后面是用这多连杆，不是用多连杆嘛，这台是嘛，所以你会觉得，哎 ，J7 过弯的时候屁股比较听话，比较拖着你过去，然后比较稳啊，在屁股后悬吊，过弯的支撑性也比 X50高。啊，为什么我会拿 X50来比？我就觉得这个有的比较。你讲 Corolla Cross， 对不起，我比不到，我任何东西都比不到。除了你说，Corolla Cross 可能比较顺畅，因为它没有 Turbo， 是你没有 Turbo 就没有动力哦。所以你又去买 HEV 又不能跟这台车比哦。HEV 就省油为主嘛，你讲它动力的话也是输给这台的啦，我认为啊。你看它会从这边提醒你，哎，滴，它会提早，它是走安全路线的。虽然我放在 low sensitivity， 我把敏感度调到最低。Sport Mode 的油门比较敏感，稍微差一点点的话，转速会提高一点点。它稍微松开油门，它就会维持一个2000多这样子啦。我觉得唯一它的操控是可以跟 X50 fight 的，这个价位里面啊，电车我不要说啊，电车真的不能比先啊，因为不同的 category 啊，就好像你拿 iPhone 17，你要跟小米的普通手机来 fight 咩，它不是一个等级嘛，对吗？那等级要一样啊，差不多，挺好开的。它的高速公路啊，我也开到不是很累，因为主要是这辆车的动力是有了。我们来试一下它的音响，好吧？我也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等到数计时的爱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Fair enough， so 啊，你讲很好啊，我还这必须得是让我调出来的，自己调出来的音，才有这样的效果，不然我觉得就so咯。车是这样子的，觉得有时候东西是一分钱一分货的，也没有任何完美的车子，在这个价位，它一有一好必有一缺点，这样子。你要它的操控好，你必须要接受它的车的舒适性差一点点。你要它的音响好，那你就要加一点钱哦。它的这个成本提高的话，你买贵一点，它给的东西好料一点哦。OK， 这个就是这样啦，没有可能你100千你可以买到，那个 D segment 的车这样子啦，我们那 C 那种车啦，对吧？真的一分钱一分货这些东西，只要是你去试车，你找我试车啊，你去看车，你觉得你哪一台车适合你最重要啊？哪一台的内饰才是舒适啊？对，就是适合你的身高啊，你的体型啊，你的口味啊是最重要的。然后我觉得买车现在什么车都好，至少你买一个 Toyota Corolla Cross 是怎样 ，Yaris Cross 是怎样，它是有 Toyota 的光环，可是千记得万记得，现在市场变化太大，就好像 iPhone 也一年推一粒新机，也有 Pro， 也有普通的，有 Ultra 了以后，然后市场上面这么多品牌出来，比它便宜啊，然后的 spec 也给到很好，变成了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变化性很高，所以你买什么车都好，除了 Pro 的话啦，我觉得现在来说稍微好一点点。那什么车都好，新车你准备是亏很多的。我觉得朝着一个方向，就是你要么就是买喜欢的车，不要太在意它的这个二手价值，不然就是你去买二手。有些像我现在手上呢有一台捷酷 J7 Two Wheel Drive 是1年车
然后里数才走不到1万，然后 full service record， 你可以敢敢去 check 他的保险，没有撞过车，没有 claim 过，什么都没有 ，OK， 然后才1年车，然后你就省下一笔钱来买啊，你就不用亏这样多咯，对吧？所以我觉得你亏不起，你就买二手的，哪怕是1-2年 under warranty 的车，买新车就不要想这么多，什么车的好都是亏。啊，刚刚我想要120过弯都过不到，但是不用说了啦，我刚刚的表现已经是很棒了。它操控的，我过这个弯，这个时速，它不会感觉到那个车好像要翻车这样的哦，支撑性很棒。这几天呢，我觉得那个轮胎真的是有点薄，我忘记去放风，我就上乌鲁亚啦、总卡拉啦，就觉得这辆车的轮胎是有点硬的。结果昨天晚上我去稍微打一点油哦，我再放一点风，哎，真的是过头了哦，它的那个轮胎过薄了，要打260的，可是就超过260，我就有280哦，我觉得有点难受，这样开起来。现在放了一点风，打回原本的这个建议的这个风速哦，就好很多，开起来比较舒服一些些。要不然轮胎薄的好像一颗球这样肿着，然后接触地面的也不多，我觉得有点不太好。现在就很棒了 ，OK。那我现在来到这里呢，老铁们都知道我们下一集影片要干什么，就是要冲上云霄啦。到底这台捷酷的 J5， 我们的 Baby J7， 用这1.5公升的涡轮增压配搭的 CVT 上山，会怎么样呢？操控怎么样？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哈。好，102千左右的车 ，OK， 值不值得买？就要看你觉得值不值得。我觉得是不错啦，它挺好开的，但是竞争对手也很多，在这个价位，就看你们真正适合自己的是哪一台车。OK， 到这边了哈。喜好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集的影片再见 ，Goodbye。